你谁敢说何大人是贪官？说的是啊，谁敢污蔑何某？对呀，和珅因为家奴谋逆而被乾隆连降2级，随后他就提着礼物来向纪晓岚求救。和珅先是说出了自己的发家史，表示自己能从锦衣卫升到军机大臣，全靠皇上的赏识。如此快的升迁速度，难免有些忘乎所以。现在想来，真是追悔莫及。你看刘三儿啊，因为我管教不严，他死了。我如果再放纵自己的话，恐怕也是如此下场。和珅表示，自从被乾隆怒斥后，自己就幡然醒悟，所以决心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见纪晓岚好像不太相信，和珅当即打开自己带来的礼物，一来是向纪晓岚赔礼道歉，二来嘛，则是想让他写几句铭文警示自己。而作为回报，和珅则是将那块苏东坡的古砚赠予纪晓岚。如此贵重的礼物，自然让纪晓岚十分心动，当即以李林甫口密附件为真言提了几句诗词。和珅看到后如获至宝，表示回去后就放在床前，时刻警示自己。接着和珅又虚心的向纪晓岚询问民生大计，要是有什么想说而不敢说的事情，可以由我来上奏给皇上。刚好纪晓岚正为直隶81州县的灾情而烦恼，他想请求乾隆拨款赈灾，可是却不知道该从何处调拨钱粮。然而这种小事对和珅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，他立马请求纪晓岚把这个机会让给他，随后就屁颠屁颠的跑去办事了。这让纪晓岚跟小月十分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和胖子在搞什么鬼。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和珅就将这件事给办妥了。他先是驳了内务府修缮园林的奏折，接着又提议将这些银子拨给直隶，以备日后赈灾之用。至于粮食，他也做好了周密的安排。江南北运之草米，可截留直隶沿途各州县入仓，以备随时发放。想得还挺周到，不敢，奴才只是略尽忠心而已。乾隆见和珅难得为老百姓着想，便决定不修建园林了。可是没想到和胖子竟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。奴才还愿意孝敬3万两，以补皇上修缮园林之用。纪晓岚听后是满脸的不可思议，怀疑和珅是不是中邪了。第二天上朝，和珅就向乾隆请功，表示筹备赈灾的事情全都办好了，这让乾隆十分欣慰。可和珅却将功劳全都推给了纪晓岚，表示主意全是老纪提的。要说有功呢，归他；这要是说过呢，臣领。乾隆见这两人竟然合起伙来算计自己，不禁感到非常的烦躁，可他又没法指责什么，只好让和珅官复原职。这一幕让老中堂阿贵哭笑不得，他深知和珅的为人，所以提醒纪晓岚以后要加倍的小心。随后又询问给15阿哥选老师的事情，纪晓岚觉得自己跟刘罗锅都不适合，于是便举荐自己的好友朱圭，这跟老中堂阿贵真是不谋而合。刘墉也是这个想法，选朱时军给15阿哥当师傅，和珅的后事好了。阿贵让纪晓岚管住自己的嘴，不能把这件事透露出去。而毫不知情的和珅还在继续扮演忠臣的角色，为了不让人抓到把柄，他还特意要求同党反对自己。随后更是在朝堂上来了一个惊人之举。奴才以为首先要撤销全国大大小小官员的养廉银子。此话一出，官员们是议论纷纷。吏部尚书觉得养廉银子是雍正定下的规矩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可和珅却坚决要求撤销。他觉得这项制度施行以来，还是有很多贪污大案发生，既然养廉而不廉，那不如索性不给。先帝设置养廉银子一项，也是因为我朝官俸太低，不幅度，公司用度不足，何以为官啊？胡大人，你我既为朝廷命官，就应为朝廷着想，替百姓解难，何必斤斤计较银子的多少呢？那岂不成了商人了吗？和珅觉得这会增加朝廷的负担，可刑部侍郎却驳斥他说，养廉银子是取自各地的钱粮税收，怎么能说是增加负担呢？户部尚书这时也站出来说，国库每年有8000万两银子放在那吃灰，不如拿给大家花用的好。然而和珅却怒斥他只顾着眼前利益，万一朝廷有什么急用，那该如何处置？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。你身为内阁大学士，还因军机大臣，却只打与官争利的主意，有司大臣体统，此意不变。满朝文武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怒斥和珅，这副吵闹的景象让乾隆十分头疼，于是便询问纪晓岚的看法。可是没想到老纪却表示自己是支持和中堂的，因为他也觉得对于那些贪婪成性的官员，你给不给他都要巧立名目收取种种杂费，把养廉银子发给这种人，那不是白搭吗？白搭，白搭呀！就没有清官了，对清廉自首的怎么办？纪晓岚表示没犯事之前根本分不清谁是清官谁是贪官，为此他还拿和珅打起了比方。平时说话打着官腔，瞪着官眼，咧着官嘴，顶着这官肚，你谁敢说何大人是贪官？说的是啊，谁敢污蔑何某？对呀，纪晓岚接着又提议把号线归公给免了，让地方官随意的摊派苛捐杂税，反正是从老百姓身上榨油水，跟朝廷没什么关系。至于那些贪污受贿的，抓到就严办。那抓不着的，他不照样还摊着呢吗？乾隆听后便问和珅有什么高招解决此事。对于这种千古难题，和珅自然是毫无办法。乾隆于是便将此事搁置。下朝后，和珅就怒斥众人没一个能接上话的，让他的精忠报国全给纪晓岚给搅了。今儿起，这清官我还不办了，演得我齁累齁累。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，我看纪晓岚能把我怎么着。